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从4月29号起，一连8天到印尼、越南、泰国、英国和意大利进行访问。那安田文雄此次外访的重点之一就是与各国领导人来讨论乌克兰局势，拉他们来站到反俄阵线当中。那根据您的观察，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吗？效果怎么样呢？要东南亚的国家与俄罗斯对抗，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日越关系将会有一种特别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日本要利用明年日越建交50周年这么个机会，打出了要深化经济合作、安保资源的友好牌。那么这次日本又向越南提供了5.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88亿的低息贷款，所有这一些呢，都凸显出岸田外交利用俄乌危机顺势拓展、提高日本影响力的那么一种战略外交的一种重大动向。那卢先生，在您看来，岸田文雄想达到这个建立反俄包围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能达到吗？在东南亚地区，有不少的国家还是和俄罗斯，有着比较密切的，这个历史比较久的战略合作关系。包括很多的这种东盟的中小国家，它实际上它一直奉行的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中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在俄乌冲突当中，它不去明确的选边，不站队以规避最大限度的规避大国博弈给它带来的一种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东盟10国里边，真正追随美西方进行对俄制裁的只有新加坡1国。围绕着俄乌冲突，实际上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它有了自己的战略考量和诉求。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不以日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一次的乌克兰危机当中呢，日本就向乌克兰援助了防弹衣、防弹头盔、生化防护服、防护面罩以及侦察用无人机等军事物资。那有评论就认为呢，日本方面是借这个机会来给自己的军事上进行一个松绑。石先生，您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日本在武器装备的出口方面已经松绑了。2014年的时候呢，日本就已经把自己的武器出口3原则呢改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自此之后呢，日本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呢和军事技术限制就大幅减少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日本频频的对外推销自己的武器装备。那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苍龙级潜艇参与澳大利亚的潜艇采购项目的竞标嘛。尽管呢，它最后败给了法国的潜艇，但是这清楚地表明日本在极力地推销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了。那在2017年到2019年间，我也参加过几次的国际防务展，看过呢日本军工企业的展台，这是表明日本呢已经公开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武器装备了。那针对岸田政府的屡屡挑衅俄罗斯呢，那俄方也是采取了反制措施，比方说进行了对等制裁，还有叫停了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和平条约的谈判。那卢先生，在您看来，日本方面能够承受俄罗斯方面对他的这个反制的影响吗？或者说，日本可能更在意的是一种，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在安全层面，俄罗斯带给日本的一个更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现在在修订自己的这个国家安保战略，包括防卫计划大纲3件套这个是一整套的这种安保战略的调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结合俄乌形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俄罗斯日本要将俄罗斯重新定位为所谓的现实的一种安全威胁，包括要去重新调整这种在这个北海道地区，包括日本海沿岸的军力部署，从而强化对于俄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安全威胁的这样一种戒备。所以在这个方面，实际上俄罗斯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更为现实的，而且对于日本来说，日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领土争端没有解决，包括这种关系未能实现真正的正常化，对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这样一种安全外交困局的这种打破，实际上是不利的。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全球外交搞得非常风生水起，但是在东北亚地区和邻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韩国的关系，包括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在半岛事务上的这样一种状态，都是不正常的，或者说都是一种其实受到制约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想要打破东北亚的安全困局，或者说外交上的一种困局，还是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对日本采取一种收紧的施压的一种政策，那么对日本来说还是不利的。
安田文雄在泰国访问期间呢，与泰国签订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议，这意味着什么？而且日本还积极地跟东南亚国家建立2+2的机制，来加强外交、防务方面的合作。石先生，在您看来，日本方面这到底是什么目的？日本现在把东南亚地区呢当成自己出口武器装备的重要地区，这也是日本从易到难的一种表现。因为呢，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呢经营了很多年，主要是经济影响力呢就比较明显。那么现在呢，日本又是借着呢这个基础扩展自己的军事影响力。日本呢在东南亚地区呢出口武器装备它也有侧重点，更多的是南海周边国家，或者说优先呢是南海周边国家。你看看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是如此。日本这么做，那就是对中国呢进行遏制。4月22号，日本外相林芳正报告了2022年版的外交蓝皮书的内容。那这也是安田文雄上台以来呢发布的第一份外交蓝皮书。那毛先生，以您的观察，他推出的这第一份外交蓝皮书上面的对话基调是怎样的呢？最新发表的日本外交蓝皮书，那么因为是由知华派的外务大臣林芳正主导审定的，因此在中日关系和对华外交上面措辞是比较谨慎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直接指名道姓称中国威胁。那么蓝皮书呢，虽然也提出了要努力建立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但实际上还是暗藏着要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防范对手的那么一种战略蓝图。那么蓝皮书用了8440字的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中日关系。因此，岸田政权在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上面，我的观察或者说我的判断就是8字方针：日美同盟，牵制中国。尤其在涉台海的议题上，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介入台海的力度上正在不断的加大。那以您的观察，这一份蓝皮书当中涉及这一方面内容有什么变化吗？有关台海有事呢，事实上成为了日本社会最近的一个热点。那么至少我最近就参加了3次有关台海问题的研讨会。那么今年的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在台海议题上面也有前所未有的阐述，维持从去年3月日美2+2会谈声明到日美首脑峰会。那么日本在这方面刻意强调这些联合声明或者说共识，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台海和平稳定的问题，事实上扩大成为国际化的一个问题。有分析就指出，日本对于台海的关注呢，过去更多的是跟岛内来进行非政府的交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已经不只展现在口头或者是文字方面了，实际行动已经不少。那卢先生，您觉得这个以日美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美国是不是在台海局势当中已经给日本分配了角色？那日本现在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不是都在为他新的角色在做准备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就是日本现在好像正在更多的去利用过去比较少使用甚至是禁用的一些政策工具来加强对华制衡。对于日本来说，台湾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岛屿或者说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了就是东亚地区它的一个区域秩序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归属的问题，包括说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台湾的这个半导体问题，这个也就是区域供应链，对于日本来说，台湾的这个存在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诸多这样的一个战略考量的加持之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它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战略投入。同时呢，为了将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对华制衡的一个筹码，其实也是日本其实也是加强了对于台湾的这样一个勾连，包括说对于美国的一个勾连。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号起访问美国，访美行程呢就包括会晤美国防长奥斯汀，探讨美日同盟的防卫合作计划，以及参访美国导弹防御局，还有美国网站司令部，和美方就弹道防卫和网络合作来交换意见。石先生，您怎么来解读岸信夫的这次行程安排？从岸信夫这次访美参观美国导弹防御局呢，可以看出来，岸信夫这次的和美国的谈防务合作的重点
应该是在反导领域，因为呢，日本现在认为啊，它面临的导弹威胁呢很大，而现有的反导系统啊还不能很好的去应对啊导弹威胁，所以啊，岸信夫呢应该是和美国啊谈更深的反导领域的合作啊，也就是呢和美国去联合研制更先进的反导技术，那么还有呢就是从美国呢去采购更先进的反导系统。那此外呢，网络战呢也是岸信夫呢这次访美啊和美国所谈的合作重点，因为呢日本认为自己在网络战方面呢能力是比较弱的，他想从美国那儿采购呢更先进的网络战的这些技术，同时呢也从美国那儿获得更多的网络战的经验。今年1月初，美日在2+2的会议上呢，就宣称要共同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特别是加强日美军事设施的联合使用。其实，军事一体化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舆论普遍认为这样一个词在当前的背景之下尤为值得警惕？施先生，日本现在所称的军事一体化之所以需要十分警惕，是因为其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可以说是为日美联手军事干涉台海定制的。日美现在所称的军事一体化呢，主要内容呢包括日美共同使用在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自卫队设施，并且制定相关的联合作战计划。这就意味着美军呢可以使用日本自卫队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立的军事设施，如机场、燃料库、弹药库，这就使得美军呢干涉台海的速度和能力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呢，届时实际上也将交给了美军统一指挥，组成日美联军呢干涉台海。很明显，日美现在的举动呢，将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4月21号，执政自民党安保调查会召开了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还有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这3份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呢，就把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等等。那毛先生，您觉得日本政府玩这种文字游戏，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呢，它是退一步进2步，事实上是把反击能力做了进一步的外延的扩大。那么它不仅是针对对敌基地导弹可以进行打击，事实上呢还扩大到包括对敌军的司令部、指挥所等等进行打击。那么这等于实际上是日本可以对所有的被视为威胁的敌军基地进行打击的那么一种彻底松绑的那么一种政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政府在多次表态与多个文件当中都表达了要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方该如何说到做到呢？中方面对日方搅局南海、台海、东海又该如何应对呢？中日关系要有一个我们说，首先是问题的管控包括我们可能围绕着这个矛盾问题的这种升级，有一种危机管控的意识，同时呢还要继续的去深化我们的务实合作的领域。那么对于日本在台海、东海和南海进行搅局，我们要做的有这么2点。那第一呢，就是有充分的预案，还有呢时刻保持警惕，这样不管呢日本如何去进行搅局、进行挑衅，我们都能够迅速的、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2个呢，就是继续呢提升我们自己的实力，因为呢实力呢是一切。要想让对方呢知难而退，要想设置对方的冒险和挑衅，那必须我们呢具备很强大的实力。4月23号，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与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一起登上了在亚洲水域游弋的美国林肯号航母。两人在甲板上观看了舰载机的起降，林芳正还和林肯号船员交谈，呼吁他们和日本自卫队增强协同性，继续强化日美同盟。此前，林肯号航母在4月7号和11号分别进入东海和日本海，2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不过，美国海军非常低调，一直没有公布林肯号在东海的行动。但是，日本防卫省却大张旗鼓进行了宣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在4月19号终于按捺不住，还用中文进行宣传，针对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
那么岸田内阁正在如何用切香肠的方式，借助与外国军队的联合演训来延伸防务触角呢？一起来洞察关键。5月3号，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访问美国，这也是岸信夫自去年10月就任岸田文雄内阁防卫大臣以来首次访问美国。据报道，岸信夫此次访美行程包括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晤，就地区局势热点议题沟通，参访美国导弹防御局与美国网站司令部，与美方就弹道防御与网络合作交换意见等。朝日新闻分析认为，日美防长会谈期间，双方将就日本年末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议题进行协商。实际上，日美双方先前曾就安保文件的部分内容对过表。就在今年1月举办的日美防长外长2+2视频会谈上，日方就向美方传达了考虑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立场。3个月后，4月1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召开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有关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事宜，其中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事，所有与会人员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出现反对意见。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日本自民党及政府以应对周边威胁为假想背景提出，也就是如果发现对手准备针对日本进行导弹攻击，应先发制人，摧毁敌人基地。不过，对于这个叫法，在4月11号的会议上，有超过一半的参会人员认为可能会引发违宪的争议，主张修改这个叫法。当时会议上出现了自卫反击能力、导弹反击力等方案，最终确定更名为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带有攻击性的，而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在这方面对2战战败国日本是有书面上的限制，不能具备对外军事攻击能力。所以这些年日本政府包括日本政治精英和防卫部门经常搞文字游戏，打擦边球，看上去满足了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的要求，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搞切香肠式的突破，发展军事攻击能力。所以这次把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名为反击能力，实际上是想弱化留给外界日本加大发展军事攻击能力的这种印象。近年来，美日以演训为抓手，不断强化无缝合作，持续验证联合行动预案，加速推进作战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美军已经赋予了日本自卫队强大的攻击力。过去1年，美日联演在规模、装备和地域上均呈现新的变化。据日本官方数据，日美2021年双边联演次数高达40余次，占日本自卫队全年演习总数量的1半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1年12月，美日举行的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离岛防御演习中，双方首次运用美海军陆战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演练远程投送、海上机动、防空反导和联合反舰等科目。期间，美日成立联合协调中心，凭借统一指挥链与信息共享，对假想敌目标实施跟踪、定位与开火。而在令和 03JX 演习中，两国还着重增加太空态势感知、网络攻防、电子战等新兴领域科目，以彰显跨域联合作战理念的实战化与针对性运用。不仅如此，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在今年秋天在北海道举行为期2周、约4000人参与的大规模军演。报道还称，考虑到俄乌冲突和中国，日美将进一步增强应对东亚威胁的能力，日美两国正在增加演习的次数和内容。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为应对来自俄罗斯、朝鲜等周边国家所谓的威胁，美日在重视现有装备合作基础上，要将更多精力放在联合开发新型装备上。We're launching a ne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tha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our scientists, for our engineers, and program managers to collaborate on emerging defense-related issues, from countering hypersonic threats to advancing space-based capabilities. 据悉，五角大楼在1月初就发布声明，宣布波音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约4.7亿美元的合同，拟对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英式战机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按合同规定，该项工作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进行，将于2028年年底前完成。与此同时，美日还签署了防卫装备合作研究协定，表示要携手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和天基系统武器对地区军力平衡造成的冲击。有分析认为，一旦该协定生效，作为回报，日方或可公开获取美国提供的包括中短程导弹在内的进攻性武器，日本自卫队对敌打击能力将显著增强。
在军备技术方面，无疑日本的资金再加上某些领域的优势技术，对美国是有吸引力的。首先是材料，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在复合材料及相关的导引技术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在之前20年的美日标3反导系统研制方面已经有所体现。那么在高超武器方面呢，美日的合作无疑能够让日本在与美国进行战略分享方面获得某种优势。但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日本武装力量的外强化，高超武器如果到手，那么无疑会刺激日本的对外冒险劲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紧靠美国开展战略联动的同时，与澳大利亚在安全防务领域合作也不断升温，大有打造准军事同盟之势。4月4号至28号，日本航空自卫队、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在日本进行了飞行测试。澳空军出动 KC-30A 加油机为日本 F-2 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并首次在日澳军演中动用 F-2 搭载4枚反舰导弹进行空中加油后实施反舰作战。分析认为，澳军 KC-30A 加油机飞抵日本支援作战，里面有许多操作方面的问题，比如 KC-30A 加油机如何执行加油程序，日本飞行员需要如何进行操作，这些都需要双方进行配合。因此，这次演练不仅彰显两国准同盟的关系，而且还将反舰进攻的战法落到实处。其实，自日澳关系于2014年正式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步伐显著提速，关注重点由最初的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向聚焦大国竞争。尤其是2021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将澳大利亚列入武器等防护对象。同年11月，在日本近海举行的日澳海上联合军事训练中，日本海上自卫队到7号护卫舰首次对澳大利亚海军瓦拉蒙加号护卫舰实施防护，这也是日方首次对美军以外的对象采取此类措施。此外，日澳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互潜联络军事人员事宜。更重要的是，1月6号，岸田文雄与澳总理莫里森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对两国部队联合训练时简化携带武器入境和海关手续等做了提前规定，使部队互派及军事物资运输更为便利，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防务合作，特别是促进一线部队交流与实战演习。美媒将这一防务条约称为历史性突破。澳大利亚是继美国之后第2个与日本全面签署该协议的国家。莫里森随后在声明中称，与日本的最新防务条约是历史性的，将首次为两国防卫力量之间强化互用性及合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莫里森还声称，这项条约将表明我们两国致力于共同应对面临的共同战略安全挑战。目前，两国基于所谓的美国印太战略，不断的加深战略协同与对表，在国防、情报、海洋安全等领域广泛推进合作，但是他们终究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三边不等边三角形关系，对谁最有利？其实说穿了，是对美国最有利。如果像类似于日澳之间的跨双边的合作关系形成以后，那就使得多边的安全响应和美国的兵力调遣和美盟联合反应反制地区热点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便利。今年日本首相重启黄金周出访，岸田文雄选择5个国家访问，有什么考量？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日方有意随美拉起反俄阵线，会否在此次外访当中获得突破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此次黄金周外访掀起了岸田政府外交活动的小高潮，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在内，整个岸田内阁外访的国家多达27个。但只要梳理这些高官们的行程安排，就不难看出，俄乌局势才是日方关注的重点。4月28号，岸田在东京接待了来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两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日德将会协调立场，共同应对俄罗斯。4月29号，岸田就马不停蹄地展开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意大利和英国为期8天的外访。日媒透露，届时他将就如何应对俄乌冲突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在此期间，外务大臣林芳正访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国，寻求在应对俄乌军事冲突等问题上的合作。
防卫大臣岸信夫则于5月3号至6号访美，计划与美国防长奥斯汀讨论扩大美日间合作的途径与乌克兰局势。岸田文雄结束外访行程后，5月22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到访日本，同岸田举行日美领导人会谈，并出席由日本主办的美日印澳4国会议。上述外交活动无一例外都包含有应对俄乌冲突、协调对俄制裁立场等相关内容，并辅之所谓应对中国威胁的保留曲目。美国是要求日本配合美国，构成一种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及孤立俄罗斯的外交的一种策略，所以应该是在完成这个美国交给的任务吧。第二个是在日俄关系当中是存在领土问题的，那么日本认为这个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基本判断是俄罗斯处于战略困境，所以这个可以通过施加压力，或许能够给日本在解决领土问题上，获得一些筹码。所以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基本考量。那么第三个也有日本在外交上的一种自我考虑，日本要在世界国际事务中发挥这个作用，所以他认为这个也是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达到日本外交能够发挥作用。岸田的首站选在了印尼。此前曾有消息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意出席将在11月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而印尼恰恰是 G20 轮值主席国。岸田此举被质疑是通过拉拢印尼，从而达到将俄方排除在 G20 框架之外的目的。4月29号，岸田文雄与印尼总统佐科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俄罗斯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对话打破僵局，共同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影响。但有分析指出，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强调主席国的公正性，计划邀请所有 G20 成员。印尼总统佐科先前在视频声明中透露，普京在电话会谈时称将出席 G20 峰会。外界注意到，自俄乌冲突以来，日方有意增加了与东南亚国家互动的频率，并试图在针对俄罗斯方面达成一致。岸田文雄此次访问越南和泰国也有这样的意图，但越南和泰国一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持保留态度。今年3月，在联合国针对俄对乌军事行动的谴责决议中，越南投了弃权票。泰国前财长蒂拉查伊则在脸书上对岸田文雄访泰表达了警惕，称美日正联合拉拢亚洲各国。日媒分析指出，由于东南亚国家对俄乌局势的表态很慎重，要建立日本所想象的对俄包围圈并非易事。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与俄乌冲突的前线相距遥远，且日本不是北约成员国。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却对俄罗斯发动了多轮制裁。2月22号，美国、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就紧随其后，于2月23号宣布对俄制裁措施。2月25号，日本公布了以限制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产品对俄出口为重点内容的追加制裁措施，以及冻结俄罗斯个人和团体的在日资产，以及停止签发签证，冻结俄罗斯金融机构的资产，限制对俄罗斯军事相关团体出口，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全球银行结算系统之外。3月1号，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6名高官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在日资产。尽管日方对俄制裁还在加码，但在一些领域也离不开与俄方的合作。例如，日本政府就被曝或将放弃在最新一轮对俄制裁中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因为日本的煤炭进口中有15%来自俄罗斯。据悉，日本经济产业相秋生田光一访欧之际，也向各国说明日本的煤炭等需依赖进口的情况，并获得了一定的理解。在制裁这过程中，比如说能源涨价，已经使日本受到了损失。如果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话，因为日本在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方面也是依赖俄罗斯的。那么，所以进一步制裁的话，等于说日本是自己制裁自己。事实上，日本在萨哈林岛的这个石油开采方面，就拒绝了美国要求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日本跟随美国呢，首先也要在维护他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
也不会无原则、无限度的这个跟随美国起舞吧。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政客炒作乌克兰危机还有更大的野心。3月9号，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刊登消息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在3月8号透露，遭到俄罗斯军队打击的乌克兰政府此前曾要求日本政府提供反坦克导弹及弹药等杀伤性武器，日本方面则以法律上难以实现为由没有提供。这个报道还称，开战后的2月底，乌克兰方面通过该国驻日本大使馆向日本防卫相岸信夫提出了一份请求援助物资的清单，其中就包括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及弹药等。日本方面表示，根据限制防卫装备出口海外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自卫队法等，现在难以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和弹药，只能够提供防弹衣等支援。紧接着，3月8号晚上，日本政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巡回式会议正式修改限制防卫装备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运用指针，增加了同意防卫相基于自卫队法向乌克兰转让防卫装备的内容。运用指针中写入允许海外出口的具体条件。据悉，完成修改程序后，计划最快当天可在日本国内的基地将物资运上自卫队飞机，并开始运输。3月9号，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一次演讲中特别强调，这次日本政府对俄乌冲突的反应是战后以来对国际地域纷争反应最快的一次，也是进行军事援助最迅速的一次。在日本这些右派的推动下，要利用国际冲突，给防卫政策松绑，特别是输出一些防卫的零部件装备品，获取一些经济利益，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岸田文雄这个现任的首相，他的做法，现在是有一定的两面性，因为他7月份面临着选举，这个选举之前，他还要依靠与自民党右派的合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会反映一些右派的诉求，保持一种所谓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团结。但是整体来讲，岸田内阁呢，他不可能走得太远。无论在防卫政策和还是核政策方面，他还要坚持鸽派这个派阀的一个基本主张。与此同时，核威慑相关话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部分右翼政客瞄准机会，开始蠢蠢欲动，鼓吹核共享的必要性。例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2度公开谈论涉核议题，疑似为日本拥核投矢问路。实际上，日本自民党多次提出要修改无核3原则。早在2011年，该党在敲定中长期政策方向的报告中提出，虽然不允许在陆地上部署核武器，但寻求转向允许运载核武器的舰船的停靠等的无核2.5原则。将3原则修改为无核2.5的论调，还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出现。当时美国解释称，引进指的是让核武器在日本登陆进行部署和存放，认为舰船的停靠等属于过境，不属于引进。不过，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针对3原则强调称，将作为国策加以坚持。针对核共享也否定称，与不引进核武器的原则难以相容。岸田文雄的选区是属于广岛市中心的众议院广岛1区，在1945年8月6号原子弹被投下时成为爆炸中心，因此他对契合非常执着。4月30号晚，正在越南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晤。在会晤中，范明正送给岸田文雄一幅越南书法家的作品作为礼物，上面用汉字和越南语2种文字写着诚、情、信。日语当中这3个汉字承载着与中文中含义一样的美好愿景。不过，在岸田文雄接过这份礼物的同时，却一直在想着南海那些事儿。在此次东南亚之行中，岸田文雄在与印尼、越南领导人会晤当中，均以南海局势为由渲染地区安全威胁，还不断力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合作。这将给自卫队在南海刷存在带来哪些便利呢？一起来洞察关键。4月29号，岸田文雄在印尼雅加达以南的茂雾与总统佐科举行了会谈。在会晤中，岸田称强烈反对在东海和南海改变现状的尝试及经济上的施压。在4月30号与越南总理范明正会晤期间，岸田再次表示强烈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南海现状。日本媒体指出，这番话明显是在针对中国。
此外，越日两国还同意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岸田文雄还表示，在疫情后合作方面，两国将推进供应链多元化、数字化转型及技术合作。5月2号，岸田文雄抵达泰国总理府，与泰国总理巴育进行会晤，这也是9年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泰国。双方就加强经贸、安全、地区发展、共同应对挑战、抗击新冠疫情等方面的合作，以及国际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秀实分析，此次岸田文雄的东南亚之行，以南海、东海局势为由，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同时，特地将经济和安全捆绑，意在两方面联合东南亚国家遏制中国，值得警惕。这次呢，他编造经济上施压的谎言，事实上是诋毁中国与邻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就更加露骨了。那么岸田呢，借口维护所谓国际秩序的根基，通过加强地缘政治、经济、海洋安全合作，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印太战略。日本与印尼呢，这个加强供应链安全、经济安保合作，这些都是岸田政府推行印太战略的新增长点，实际上就是为了建立日本在地区的实质性的主导权。在访问越南时，日越双方就提高海上安保能力在内的安全领域加强合作达成一致。自卫队还将支援越南军队提高网络安全相关能力。此外，岸田文雄访问泰国期间，日泰签订了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议。有消息称，泰国政府对日本自卫队的巡逻机与救难飞艇有兴趣。签署协议之后，将由两国政府协商可合作的装备项目。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议允许日本与签署国进行防卫装备品出口和加强其他安全及防卫合作方面的联合工作。近年来，日本大力推动与东盟国家签署该协议，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日本武器出口的市场。通过这种方式，日本还可以借培训为由，加深自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目前，东盟10国已经有5国与日本签订防卫装备相关协议，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此次岸田文雄到访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泰国此前没有和日本签署该协议。在对东盟国家的这个防务装备出口中呢，过去出口都是这个海警用的巡逻艇，还有这个军用雷达、军民两用的这些防卫装备。从目前来看呢，正在向军用装备延伸，就是说呢，从所谓的支援东盟国家的海上执法能力建设，到现在是派遣日本的自卫官训练东盟国家的军队如何来操作日本出口的军事装备。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呢，已经从非传统安全到传统安全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要抓住这个机遇呢，它要扩大军工市场的份额。被美国不断炒作的所谓印太战略的概念，岸田上台后更是极为重视，并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联系。2021年11月下旬，越南总理范明政及外长裴青山、防长潘文江访日，这是岸田政府上任后首次邀请外国政府首脑访日。同期，日本首相及外相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展开一波连线。岸田2021年11月17号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8号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22号与泰国总理巴育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电话会谈，12月1号与柬埔寨首相洪森进行了视频会谈，2号又与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进行了电话会谈。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今年4月22号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的内容。这是去年10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后首次发表蓝皮书。自1957年至今，日本政府每年都会编写一部蓝皮书，通过对上一年国内国际外交事务的总结，来阐明日本政府的相关立场和今后1年的外交政策走向。今年的蓝皮书在针对中美两国的具体表述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蓝皮书首度声称，美国的国力相对下降，世界已经进入了中美竞争时代。不过，蓝皮书仍然强调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称日美同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强调日本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表面上是说美国的国力相对下降，似乎是对美国方面有一些担忧，但实际上呢，他这样说是为了，就说美国靠不住了，应该日本自己自立在防
防卫力量方面应该要独当一面。在这一点上呢，日本最近表现得比较突出，尤其是马上要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等等这些问题上呢，是正在积极的运作中。今年的蓝皮书在对华方面态度则相对更为复杂。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蓝皮书一方面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称中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方面上的强烈关切事项；另一方面则表示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从对中国来看呢，就是说它不会轻易的放弃中国的消费市场，但是这个范围是越来越窄了。因为它设定了很多甚至现在有说这个军民通用领域也要纳入经济安保范围。在对俄方面，蓝皮书则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威胁冷战后世界秩序，是历史重大转折点，并删除2021年版蓝皮书中与俄建立稳定关系等表述。此前，自民党建议在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将中俄两国列为与朝鲜同等定位安保层面威胁，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李秀实表示，近期有日本媒体透露，防卫计划大纲关于应对中俄的部分有可能在未来不再公布，这是一个格外值得警惕的动作。就是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它采取怎么样的范围，那个什么武器装备或者是那个战略战术也怎么做，它不再公布了。那么像军国主义的这种量变就是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以及总是在这个国家这个安保局的这个层次上来搞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日本国民完全是被屏蔽掉，国际社会也被屏蔽掉，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实际上，在南海方面，日本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来扩张军事实力。据日本读卖新闻2022年1月11号报道，从2021年春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已经多次在南海航行，目的在于牵制中国。这一系列动作可称为日本版航行自由行动，其实施的背景也包括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日益频繁的活动。报道还称，海上自卫队在南海海域的航行活动始于2021年3月，当时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航行。此外，2021年8月，另一艘护卫舰同样前往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航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在《洛杉矶时报》刊文，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并呼吁美国放弃对台模糊战略。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近期也出现突飞猛进的趋势。过去，美日大概每年举行20次联合军事演习，2021年已增加到49次。去年12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不具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已拟定一份日美共同作战计划，以应对台湾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从2021年起，日本还加大了在台湾附近的岛屿部署兵力以及雷达等军事装备。今年3月，日本防卫省启动了在冲绳县北大东村的北大东岛部署航空自卫队移动式预警雷达的探讨。4月25号，该雷达系统已经进入招标公告阶段。据介绍，北大东村位于台湾的东北侧，冲绳县最东端，包括有人岛北大东岛及无人岛冲大东岛2座主要岛屿，距离冲绳本岛约360公里。无人岛冲大东岛目前提供给驻日美军作为射击场使用。此外，日本已经决定在台湾以东的石垣岛部署导弹。日本的石垣岛在台湾以东约320公里。日本媒体分析，如果自卫队的军事部署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之后进一步扩大，整个冲绳地区将成为军事要塞。李秀实分析，关于台海发生冲突，日本是否应该军事介入一事，当前在日本内部仍然争议巨大。但与此同时，日本正在不断完善对台海实施军事介入的准备，其中包藏的野心不言自明。日本正在做各种实质性的准备就是说把靠近台湾的这些西南岛屿打造成应对台湾有事的军事要塞。一个是加快远程化的这个打击能力，同时呢这个防空反导。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美两国部队的多域联合作战，这个是越来越细了。日本在准备台海有事的动向已经非常明显了。